各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欢迎来到中文时政圈唯一一个 4K 频道。虽然没有什么屁用，今天我们不讲深层政府，我们讲文学，因为今天的内容十分和谐啊。如果我不当成文学来讲，可能油管爸爸会生气的。今天的影片的灵感是这么来的。前几天有个韭菜同胞给我发了一些猛料啊，我看过了以后灵感喷发，随随便便就写成了一部小说。我觉得这个小说惊天地泣鬼神，所以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知道，国内开始普遍打针了，美国部分地区也有推广打针护照，虽然现在已经被取消了，但是我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情我只想专心写我的小说这本小说发生在一个星球上面这本小说发生在一个星球上面，那个具体的设定呢和地球很像，名叫史球。史球上有很多国家，有个国家叫英国。英国有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家庭的老大叫伊丽莎黑。另外呢，有个国家叫众国，还有一个媚国。然后突然有一天，众国发生了瘟疫，那就一个惨烈啊，死了好多人，而且众国的人口很多很密，导致瘟疫迅速的传遍史球。所有的人都觉得众国隐瞒了瘟疫，导致这个瘟疫突然就大流行了。为了应对这个情况，史球所有的国家都开始研发解药，其中媚国最牛逼，随随便便就把解药研发出来了，还根本没有副作用，于是史球就和平了，完结。这个故事是不是好无聊那是因为你还没有付费领取 DLC 版本，我编的故事肯定是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的呀。如果你付费了的话就继续听，没付费的话请自动屏蔽我好吗？其实这个故事背后有惊天阴谋。首先，我对史球的设定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难发生全球性瘟疫的世界，因为要有瘟疫就必须要有微生物。那微生物是哪里来的呢？当然是野生的呀。但如果微生物只是野生的话，那应该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绝对不可能蔓延全球。所以这个小说的爆点就在这里。这个小说中的众国特别的坏就喜欢搞一些什么摘器官集中营5G 之类的，加上微生物灾难是在这里爆发的，所以史球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微生物绝对是众国制造出来的。因为众国有一个高级的微生物实验室，叫做4P 实验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危险生物，什么阿尔伯拉、恨兹病、傻死病。但众国有个缺点，就是什么技术都没有，连圆珠笔芯都造不出来，技术上的东西只能偷，物理上的东西只能抢，文化上的东西只能抄4P 实验室都是法国的技术建造的可能只有耍流氓的技术是自主研发的。所以想到这里，你们真的觉得这些超高级的微生物是众国制造出来的吗？史球上有一个骗子学者叫温昭他在史球有很多的关注，他就说了这个微生物的起源才是找到解药的关键。但问题是现在起源表面上根本没有头绪，因为众国刻意隐藏了很多信息嘛所以媚国的解药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呢？所以这个小说的剧情关键就在于这个微生物是不是人造的？如果是人造的话，是谁造的？他们为什么要造？他们是怎么造的？你们肯定会知道答案的，因为都是我编的嘛。如果这个微生物是人造的话，肯定会有痕迹的。刚刚说了，从常识角度来讲，野生微生物只能适应一个地区和气候。从技术角度来讲我不懂技术，所以没办法讲。从行政角度和商业角度来讲，一定会留下来痕迹，比如人造的东西一定会有行政上的痕迹，因为你毕竟是要集合一群人来做事情，那就会有公司、资金，甚至是专利
这些要查肯定是能查到的。之前我的一个影片里面展示过某微生物的测试技术在2016年还是18年的时候就注册了优先专利的日期了。但是呢，这个小说世界里面消息更牛逼，我们必须要说一下，有个天才的 YouTuber 大明接到匿名消息说那个微生物是人造的，还有专利文件。是的，你没听错，有一个专利文件能够证明这个遍布屎球的微生物是人造的，里面有微生物的详细描述，跟普通韭菜知道的一样，比如蝙蝠的那个啥，对吧？还有什么突刺蛋白，我不懂虽然小说是我写的。然后温昭就说大明是造谣，但是被大明一巴掌甩在脸上，直接给出了微生物的专利号码US1013070-1B2。如果你在屎球的搜索引擎上搜索这个专利号码，你就会发现这是在屎球2018年颁布的微生物专利，上面记载了微生物一切信息，比如微生物的特性什么结构蛋白，什么突刺蛋白，什么 NSP10 到 NSP16 什么的最牛逼的是这个专利列出了这个微生物的基因序列。这个专利是美国的公司颁发的，但专利的拥有人是英国的公司，叫做 The Pirbright Institute， 简称 P 站也就是说英国的 P 站拥有美国的专利。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明说这是因为英国的深层政府一直控制美国然后骗子温昭再度打压大明，说他编离奇的故事造谣骗流量。结果大明这次2巴掌甩温昭的臭脸。先看看专利文件中的投资人，全部都是英国的。GB 在小说里面呢就是英国的意思，来，大家跟我一起念，GB 就是英国， G 就是英， B 就是国，英国。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专利拥有者 P 站，它的背景相当可疑。根据它的官方网站描述， P 站是被这些机构注资的， BBSRC、UKRI 你可能没听过，因为是我编的嘛。这2个呢是英国的国有机构，也是被深层政府掌控的机构但这不重要。接下来才是最厉害的，就是 P 站的股东。除了刚才的 BBSRC 以外，还有英国的环境食品部门，还有大富豪比茨盖尔和他老婆梅莲达的基金会更包括 WWHOO， 也就是屎球的不卫生组织，他们都是 P 站的股东。股东之中还有一个最重要、最牛逼的机构，就是欢迎基金。这个基金非常的牛逼，英国大佬伊丽莎黑的股份这个股份还不是一般的股份，是黄金股份。什么是黄金股份呢？根据老大明的调查，黄金股份的别名就是独裁者股份只要你在任何公司有一个独裁者股份，那么这个公司的任何决定都必须要经过你同意才可以。当然，这个黄金股份是个江湖绰号，学名就叫做特别股份。而伊丽莎黑又是英国阴谋集团朝圣者组织的人。什么是朝圣者组织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秘密社会也就是崇拜什么撒旦教之类的控制世界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一个秘密社会的老大伊丽莎黑拥有一个基金的黄金股份，然后呢完全控制这个基金，而这个基金又是 P 站的股东， P 站又拥有微生物专利，也就是说朝圣者协会制造了微生物话说吕斯柴尔德家族也是英国人那这个 P 站是个什么公司呢？根据大明的调查，这个公司以前是研究动物疾病的，但其实是在用动物做微生物武器实验的这个时候温昭又在这里说大
大明造谣了啊！这种连听都没听过名字的公司，怎么可能就研究出来微生物呢？大明这次大屌一甩，啪就甩在文昭的臭脸上，脸不仅肿了，还留下一个涩涩的印记。大明找到一份官方文件，上面证明了 P 站最开始的时候名字就是动物卫生研究机构，后来才改名叫 P 站，而 P 站的核心研究人员就是这个教授啊，还是个伦敦大学的教授。这个教授是研究什么东西的呢？根据 P 站的官方网站，这个教授研究微生物和打针的知识的，还曾经研究出一种微生物的解药哦。所以一个专门研究微生物的机构刚好有一个微生物的专利，那你说 P 站有没有可能帮助开发这个大流行微生物的解药呢？大家想想这个少数的情节啊，一个从连哪里冒出来都不知道的微生物，短短1年之内解药就被研发出来了。为什么1年内就出来了？都觉得不可能啊！这些医药工作者、医学工作者都觉得不可能，因为这个解药早就开始研发了，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病毒的一切信息，因为就是他们造的嘛。阴谋，这一切都他妈是阴谋。而且大明发现美国的前总统好黑的驴啊，居然以前去过中国的4批实验室视察过，不仅视察过，甚至还让他的小弟没福气给实验室注资。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微生物要在中国爆发呢？很简单，因为中国政府掌控一切非常好操作，而且可以很好的转移视线，让所有国家把注意力和仇恨都放在中国上面啊！中国在配合演戏耍耍流氓，比如不给数据啊，信息不透明啊，然后其他国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说，你看看我们找他调查了啊，但是他不配合我们嘛，我们就没办法调查了，都是他的错，哼！然后所有人就会以为中国才是这场灾难的根源，其实根本不是，中国政府就是史球阴谋集团的小弟而已，他们就是按照阴谋集团的计划，故意在今年把微生物释放出来啊！就算史球2016年的总统啊不是川普，而是什么希布拉里啊，这场大流行也会如期到来。目的就是破坏经济，然后强制史球韭菜打针，然后建立新史球秩序，缩减人口，奴役韭菜，再加上什么5G、6G 什么 G， 韭菜就不用活了。根据美国前总统好黑的驴一段讲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阴谋集团的脑回路。比如阿尔伯拉这个微生物啊，非常的致命，但传染性不强。杀死病毒传染性很强，但不致命，不耐热。所以这个小说里面的阴谋集团一直想要制造终极微生物，传染性强，致命，耐热，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是要制造这种微生物其实相当困难，所以呢，阴谋集团有了新招，就是微生物不需要致命，因为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弄死韭菜啊，比如打针改变韭菜的 DNA 啊，运气不好的韭菜当场阵亡啊，运气好的也没关系，因为打针会改变你的 DNA， 然后之后只要释放第2种微生物，专门攻击那个变异的 DNA， 那个打针的韭菜就没命了。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他妈是阴谋。当然今天没人能说我造谣，因为本来就是我写的小说嘛。如果你喜欢我的小说，就可以订阅我，关注我的电报频道，加入电报或者 Discord 群跟我互动，爱我到不行可以PayPal捐助我或者加入频道会员，虽然频道会员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在坐地铁开车的时候听我的播客节目，就是等会儿屏幕左下角的那个。他们要关闭川普的各种社交账号，以及现在 Parler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它的 APP 都被谷歌商店下架了，然后苹果也威胁说 Parler 如果不配合我们的审查，我们也要把你的 APP 下架。怎么这样子啊？就是怕川普通过社交媒体把这个证据放出来，服务全部把川普给堵住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还有地方可以安全的讲话吗？不就没地方了？对，没有啊。
不然为什么川普要站出来把他们搞掉呢？就是要拯救我们这群智障啊！